瑞哥，我们现在知道中东的战事都还没有停，但现在对于中东最大的威胁是什么？竟然是天公伯、天公杯啊！你能想象在现在的中东，狂风暴雨、洪水、闪电，样样都来。对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。那么在波斯湾的旁边，阿拉伯半岛的这些国家，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啊，包括卡达啊、阿联酋这些国家，那么受到伊朗的这个飞弹啊、攻击之啊、无人机去打这个油槽就已经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没想到这几天，尤其是这个礼拜，跟包括昨天呐、他最大的敌人竟然不是伊朗的飞弹，竟然是老天爷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几天的狂风暴雨，很可怕闪电那个风速是到每小时40公里啊。然后呢，那么风这样吹来吹去的，你要知道，那包括阿联酋啊，包括这个等于说杜拜啦这些地方，很多地方是沙漠啊，很多地方是沙漠，所以它下雨的这个频率很低啊。结果没想到这几天拼命的下，然后呢，闪电拼命的打，而且这个闪电也太可怕了吧！没有错，打的，你看那个风那么强，对不对？把旁边的东西都吹垮了，等等啊！这是阿拉伯半岛，还出现了漏斗云，虽然不至于像龙卷风那么可怕，对。不过呢，在这个以沙漠为主的这个干旱的一个国家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出现了这种漏斗云，那看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害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狂风暴雨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阿曼的街头，对。阿曼的街头呢，它一下雨，包括很多，那么这个汽车啦，你看到那个车辆都被冲着走，这是阿曼呢。这个画面竟然是在中东国家，我以为是什么东南亚。对，这雨大到水大到，竟然连车子都被卷走的。这如果在东南亚或者是说在中国大陆啦哪里来这种，我们不会觉得压抑，因为常常下雨嘛。对。但这个地方是阿拉伯半岛，这是阿曼这是沙漠干燥地形结果呢，你看冲到雨水，冲到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电杆呢全部都冲断。它在短不到几天的时间之内，下了快要300毫米的雨量，300毫米的雨量等于30公分，就是在阿曼的全国下了30公分的雨啊。那么这个水对不对全部降下来以后，因为他们的设计是因应这个沙漠地形，所以没想到，包括在公路都一样还有这个相关的人士呢去救他的爱猫，看到猫以后就跳下去，他不是要救人，他在救猫。赶快把猫抛上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这是在阿曼的，而且什么巴基斯坦人，这全部人都在救他的。对，这是要冒险的。你看那个水那个岔涝洪流啊，对，如果连车子都能够冲走，我问你人下去会不会被冲走？直接居居了。所以他们这样救人是很伟大的一个行为嘛。好，除此之外，那么风雨交加，一定会那个下雨之前会有什么闪电嘛？对，这时候哈里发塔的闪电真的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毛骨悚然。平常你可以说很漂亮，但在此时此刻那个等个闪电的打下来，闪电打下来的那个力道，那个闪电的力道甚至于高达1亿伏特。1亿伏特是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人如果被这个闪电打到1秒钟，我们已经挫骨扬灰都不见了，全部都烧焦都不见了那个整个人都不见了。那这也是因为闪电，因为这个等于说有风暴要来嘛，所以呢云跟云之间那么碰触了以后呢，就产生了闪电，闪电就往下打，那闪电一定打最高的嘛。哈里发塔是最高的建筑物，所以一定打它最高的那根避雷针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避雷针嘛。对。那有人就问说，那哈里发塔这么高，那1亿瓦的这个打下来，它1亿伏特打下来会不会？当时在盖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。对。那么从这个等于说当时富兰克林发明这个避雷针的以后呢，就知道怎么样避。所以呢，那么当时这个建筑物总共它的建材有4000多公吨的钢材。这么厉害？对。那电呢？人也会导电，对不对？对。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不能湿了，你不能全身湿，下雨天站在这个树下干嘛？你会被劈中嘛？那电一过去，你就完蛋了所以他们是在盖的时候呢，他引这个闪电来打中最上面的这个钢柱，那根最结实的避雷针了以后呢，透过这哈里发塔4000多公吨的钢材。从哈里发塔的外表呢，把这个1亿伏特的这个闪电呢引下来，一直引到了地表，散到地表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就算1亿伏特，但是它再多再大的电流也没有地表这么大，全部都把它给散掉但是看它这个闪电打来打去这个样子，也真的令人毛骨悚然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
老时段，新气象。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